嗨，大家好，我们现在在德国的科隆，在德国这个工业国家呢，他们其实每一阵子都会举办很多很酷的工业性的展览，所以今天刚好我们原本要到德国出差，在出差里面的前几天，然后在这边会办一个就是五金工具的展览。但是有趣的事情是，据我的调查，其实从前几年开始，一些很大的一些德国品牌，他们并没有继续在参加这种就是国际性的定期的五金展，但我觉得无所谓，因为在这个展览呢，它其实会来自于不管是意大利啊、乌克兰啊，或者是日本啊、什么中国啊，然后甚至台湾其实也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场馆。整个场馆呢非常的巨大，所以我们也想说，藉由这些影片可以带给大家看一些德国工业的细腻展览。现在时间早上9点，有没有看到我上面台湾时间？现在副总应该在吃下午点心了。然后我们现在在等待进场，因为现在是参展商才能够进去。然后我们这一次是来化缘的，就是我们这次算是一般的参访，对不对 ？I'm Serious Studio。那这次的科隆展览跟以往有比较不同，就是因为第一个是有关系到现在正在战争的时候，我们拍摄的时间是3月2号，所以现在美国跟伊朗正在射来射去。那就有很多的公司没有来，然后阿联酋航空他们有一些停飞。那其实在这几次的科隆展，它的规模其实是越来越小，就是因为大家都想说，哇，德国展工业之都一定很夸张、很精彩。但是这几年被黄种人侵入了，因为它的展览摊费非常的高，然后时间到了，待会再讲，我们要进场了，先进去抢位置了。我知道这个砂轮片，它是一只专尾。中国的？不是，暴露了。会说中文。你是哪里的？台湾人。哦，台湾人的。现在是我们要刚进来的第一站。我们第一站要做什么呢？我们要去化缘，因为每次到这种国外的展览，很麻烦的就是我们有很多行李嘛，我们有带4、5个同事嘛，然后还有一些摄影器材啊、灯啊，麻烦，所以我们要先找一个中心点，作为我们化缘的基地。就是如果大家走散了，我们就回到那个中心点。那每次我们就打开这个名单说，这次我认识谁，这次我认识谁。在德国，我们看看我们认识谁啊？哦嗨哟！出外靠朋友，来到德国就是要靠好朋友。这里是一个日本馆，日本馆上面有一个2026年一路到1976年。在1976年的时候，就从他们参展的那一年到现在，其实已经参展了50年了。他们甚至参展到科隆的市长，然后直接到他们当地，然后去感谢他们这50年来，然后都来参加这个展览。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其实你可以想象，你知道我们这一趟来住宿费多少钱吗？我就住在那个的对面而已哦，展览馆的对面2条街，一个晚上超级小的房间要1万多块。所以这50年来，日本人他们贡献了这边地方多少的经济啊？所以说，其实是一个展览办在一个城市里面，它除了可以促进让很多的外来的人，然后来到这个城市认识这个城市之外，它也可以促进地方的观光啊，然后跟地方的关系。所以在这50年来之间，我们的好朋友，这次他们也找了5个不同的公司跟社长一起来到这个地方。有我们非常熟悉的 K 吧、高仪啊，然后 IPS 啊，然后中间还有2个我们还没去过，代表什么意思呢？还有机会去日本。大家表情都累了，就还可以去。但这类的展览当然也会有一些不同的历史故事的渊源，就是好比说在欧洲时代可能100年前，然后当时因为战后，然后大家需要复兴，所以你大量需要用很多工业啊、工具啊，然后或者是许多的机械啊，重新恢复你的整个城市跟整个国家。日本它当时也是一样的，那日本当时也是因为战后的关系，所以欧洲又领先亚洲很多工业技术，所以他们就会到这个地方来，然后第一个同時能夠看看別的新的技術啊，買什麼樣的工具回到自己的國家做建設啊。これはですね、最初の写真ではありませんが、40年ぐらい前の時の写真です。当時から三条地区のメーカー同士でみんな仲良くドイツに来て、当時はまだ西ドイツの時代でした。ここで
高級工具を売ろうと。でドイツの職人は高級品の違いが分かるからここで試してみようということで初めて私たちが高級市場に出たのがここドイツです。今でもこの中のメンバーに最初からいるメンバーの会社が今でも出続けてます。大変誇りに思ってます。而台湾也差不多在那个时间点，第一个就是来这边看，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来赚外汇。台湾的工具他们也需要很多世界的订单嘛，因为台湾人想要赚一些外汇的钱，所以呢也就是大家集结起来，然后一起来玩，同时能够一次拜访很多的厂商，同时呢又能够看看别人新的技术，而同时呢也有一些人他们可以来这边，看到一些不错的东西，然后成为代理商，回到台湾，然后去促进台湾的产业啊、技术啊，或者是台湾很多工具的提升。You use this saw, eh? Yeah. With this one. Oh, it's the first time. Yeah, but it's really very good. Yes. Really very good because it's quite thick, and if you can make it that thin, that's really good cutting. Very good cutting. Try this one. 还有挑战赛。圈起来。嗨，台湾。是的 Professional. 它这两个就有点不太一样，你看它是一个是弯的，一个是 Little thinner. 它的那个齿目又再更小一些。那你知道以日本的锯齿来说，它有一个特别的特性是，因为现在很多欧美国家或者是很多地方的锯，他们都是做推跟拉同时拥有，但是日本的锯齿，他们现在还是做只有拉。那原因是因为大家以前都想说讲求效率嘛，所以我推过去的时候我要一刀，我拉回来的时候也要一刀。但他们公司觉得说，只有拉才能够切出那个很完美的断面，所以他们一样就是都只有拉。50年前展览就这样，50年后还是这样。所以你看，想象他阿公50年前阿昼到现在。到他第几代了，还是一样，在这边锯。它这个有几个蛮厉害的特别，就是因为我们切的那个树其实它是湿的。我刚刚问他，不是从日本带来，是从德国这边当地砍的。但是它的树会有那种枝叶啊，它的锯子的特别就是不会把那个锯子枝叶粘在那个上面。所以他们这是一个齿目的那个角度的设计，还是在处理的方式，它其实会有差别。好，我们在今天就是德国挑战赛，看谁能够比我切出更薄的。我现在大概应该是不到1厘米了，看起来大概0.5、0.6，手锯，再切一个，噔噔噔噔噔噔噔。这个时候你一定很好奇，我为什么这么厉害？不是，这时候你为什么也很好奇，这个笔为什么这么酷，对不对？工程笔，其实在德国我自己另外很喜欢的就是工程类的笔，他们就是可以画在铁管上啊，可以画在木头上啊，然后而且它的吸带跟它的那个东西都非常方便，这样子有没有？啊，你还可以削，这样子参取，然后削，你可以把它削铅笔，而且它就是一个自动笔的笔芯。我跟你讲，跟我们台湾工地用的那个工程笔的感觉就不一样。刚好我刚刚查了，它也有展览，所以日本馆看完之后，我们来现在看看德国厂小工具杯。你知道这可以做什么用的吗？ Only 250 grams. 他没 get 到，踩下去很舒服哎，膝盖走路吗？其实不错，因为我们常常工作的时候，你要这样子钻嘛，然后你要这样子弄。像我的左边膝盖其实就没有这么好。它这个的好处就是，像你要跪这种金属板啊，或者是工地地上有一些碎石碎片的东西，然后你下去的时候，你才不会突然这样脚很痛这样子。These are, you see, this is a bigger model. Wow. You have the whole way down on your knee. 它特别的地方是里面这边可以换，然后它的这个长度是比较长的。我知道台湾有人进，但是我目前试到的没有这么舒服，这么啊。 Little over down, maybe. 它这个就是你的小腿肌肉。我们如果是单独这个的话，你的小腿还是要这样子嘛。但它这个是整段，这整段你的脚可以真的可以瘫坐在上面这样子做，就用它来当个软垫子，然后移动的时候就可以站起来移动，其实蛮灵活的。对，你知道可以干嘛？它是可以这样子，就是拿棍切，好吧？打开棍切。哇！
它现在就是只用起子机，然后直接钻，这看起来应该有6mm的方管吧。然后因为它的这个公牙的头前面有做一个蛮特别的设置，所以它很像前面是有一种像阶梯钻的概念，你就一段一段一段慢慢扩孔，到最后的那一段是它目标的孔位，所以它这样子就不会全部都只有伤到你的头，它就是你整段都可以用。因为它有一个重点还是要喷润滑的，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多在台湾做这个比较没这个习惯，所以很容易伤到你的钻尾。但是以前我们在外面做，大概就是这样的。后面那是公牙，有没有？就可以它的牙可以直接钻下去，然后可以直接锁，很方便哦。Did you want to try it? Yeah, sure. Yep. Yep. So who is next? You can enlarge that one with this Okay. one. So a bit of spray. There you go. 换班。轻松哎，现在是直接可以来直接攻牙。刚才想说为什么会变成一个亚洲人在这里。我过头了，它太轻松了，轻松到我咻一下，我靠，到底了。 Keep going. OK， 可以看，有点 take a breath。 Yeah. 最后一个，让我们来完成这个洞吧。削铁如泥啊，轻轻松松，棒。然后这个最累的，就是他们要钻洞钻一整天，从展览的开始到结束，不管有没有人看，他就是一直钻洞，一直钻洞，一直钻洞。而且你看到它现在就直接跟整个那个盒子整个配合在一起，你在里面就是比如说你钻洞的就是这个工具，因为很多人坏习惯就是他会把那个钻尾，然后就丢在一个盒子里面，然后大家敲来敲去，敲来敲去，所以你钻尾就会很容易就不利就坏掉了。其实那个超伤，这种整组旁边都是用泡棉固定住的话，少一个也不会忘记，多一个那就太好了。然后你看这个很酷哦，它当然有点重量，但是没有到非常的重，它是可以靠磁力，然后去吸在比如说钢构上啊，然后你要上面钻洞。以前土法炼钢就是你要有很厉害的腰力嘛，然后你就如果倒吊这样子就硬把它这样钻，或者是你在高空上要这样硬这样子钻，就很累。所以它这个就可以有磁性吸在你的钢构上，然后就这样子，然后往下钻洞，钻得非常精准。然后老师傅的身体也不会累，这个是算是越来越流行，大家为了省力的方式会放在工具车上面放一组。其实蛮多牌子都有做这个的，然后只是刚好看到，给大家介绍一下，不知道大家会用到。然后这是一个英国的牌子，这间公司厉害了，来自于乌克兰。然后我们的第一句就是问他说：“那你们还好吗？现在？”但因为到现在都还在战乱当中，当然所以大家还是要工作，还是要继续出来展览，还是要继续做很多事情。你知道，在我们很常在 Instagram 上面，或者是在很多国外的网站上面，会看到很多师傅做那种瓷砖。第一个，它的边缘做得非常的漂亮，非常细，然后甚至一个瓷砖上面他们能够做出很多很特别的花样。大部分在台湾使用的时候，都是用钻石刀去切割片嘛，或者切割一些你要的尺寸，把它的整个面积铺满。但是在欧美国家，或者是在很多西方国家，他们很常会在上面做一些非常工艺、非常艺术性的创作，所以你通常就会使用到这种小 size 的尺寸。你可以在一个刀上面去做一个花，或者是做个几何图形啊、星星的排列啊，或者是你有没有看过杜拜一些豪宅里面，然后还有一些刻那个住宅主人的那个脸？你看摸摸看这个手感，它这是一个贴纸。这个贴纸呢，其实是一个模具，就是假设今天我要在我的墙壁上开出一个非常完美的形状，然后呢，我就可以把这个东西贴上去，贴在我的瓷砖上面。然后呢，它这个看起来是用3D print 出来的，所以它旁边会有一些凸起来的小凸槽跟凹槽。那你的刀呢，就能够顺着这个东西，然后下去切，然后切出这个圆弧形，然后切得很漂亮，就不需要硬干，你就先切一个正方形，然后在旁边再补来补去，就是幼钢。这跟大家强调，台湾工业要渐渐走向幼钢、幼楼，大家才会能够把很多建筑的品质啊、层次往上提升。所以你看他们的欧洲人的水箱就可以做到整个平面哦，然后但是这个是可以按，然后它就不是一个像我们台湾做是在一面墙上面先开一个洞，然后装一个凸起来的上去。当然还有插在一个，就欧洲都使用同层排水啊，所以我们之前有拍过一个吉伯利的那间公司，它其实就是非常适合这一套他们用的工具跟系统，装起来就会你看。感觉不一样，但是回到头来，就是大家很常在切瓷砖都 M 碰碰，那他们的做法就是旁边有这个小管子，然后这小管子能够接水，也就是说他们在切割的时候，它旁边会有一些的水，然后会像洒雾的方式洒出来，可以减少那个粉尘之外，然后同时又不会造成那个环境的污染。然后这个上面呢是美达宝的砂轮机，
然后呢，它旁边这边也是做一个像是一个字距的概念，就是切45度，用这样子切，然后这边可以集成。他们就是现在越来越多这种做专业的系统化的搭配用具，所以就是有一些东西你不用在工厂切45度或者切30度，切几度，那你可以现场按场，然后做，然后直接去做切割。来自乌克兰，要不是来德国，应该也看不到。在这种地方，你就是可以看到他们的生活感，就可以在农地里面就是把土刨松啊，然后可以放假礼拜六、礼拜天跟着小朋友开怪手、开小山猫，自己当个可爱的小园丁。连这种小推车下面都有装一个马达，所以可以省力，帮助你在搬运的时候可以更轻松。它这个是主要是以务农的为主，就是台湾其实现在因为有越来越多这种小型的工地、小型的小工厂，尤其像北部啊、中部许多老房改建，很多暗场大车进不去的，也可以在这次展览当中看到蛮多中小型的机器，看着它很爽，但是在台湾会买的人没几个。然后你看这个小怪手，左右摇摆可以70度，哇，这个根本就是我们副总适合买一台的玩具，副总坐在上面多适合。从小学怪手，然后去挖自己的那个小园子，自己的沙丘自己做，然后他们还有出机车。你知道他们为什么出机车吗？就是这一家好像不是，但是我之前看过有一些国家品牌他们出的那些机车是能够搭配他们的工具的，工具组就直接这样插上去。台湾还没有看过这一类的东西，但是你看它很酷哦，它的电池跟它的摩托车是共用的，有一些怪手或者是手推车的这个电池，这个拔电力跟它的摩托车是通用的。台湾有搞头吗？没有，没有，因为电车被干走。我想说，工地做一做，然后你可以插有没有电动车，就插上去，然后骑，然后电动车骑回家之后充电，充电完之后你骑着充完电的电动车，然后到工地拿那电池开始工作，然后做没电了，我回不了家。对，但是我觉得以后这个系统会越来越多，就是在整个世界上，就这一类的系统会越来越多。下一个，你看这个是空气滤芯，然后直接过滤，然后直接到你的嘴巴，这个超需要的，为了你的肺部健康，我需要这种东西。你听下声音，我听到风声。它从这边用 HEPA 滤网滤芯过滤，然后算到你前面来。Do you want me to take it on? May I? 哦，可以。我头比较大一点。 A bit tight. Yeah, big No, head. it's okay. It looks okay. Oh, good. 新鲜的空气耶。全新感受这个东西。是什么味道？干净的空气。我们再回去关东那边啊。帅东西。Workshop， 我最喜欢看这种现场的时候会有不一样的技术的人，然后去分享他们的工具，然后他们的处理方法。曾经我有在那种国外就是看到这种 workshop， 然后他们在教怎么样把木头染色啊，或者是教你怎么样处理那些裂开的木头，同时再重新整理过。你知道像什么吗？男人厨艺教室，男版傅培美 Men's Kitchen。In here, you can see through the light. 好的，现在我们看到我们这个铁锅呢已经炒好了之后呢，我们现在刷点酱油，刷点烤肉酱，烤肉酱上去之后呢，我们回煎，然后旁边还有很像在 YouTube 的节目一样哦，同时同步， Now it's good. 很不错哦。我之前有在跟那个台湾的展览的一些单位有曾经提过这种概念，就是一就是你可以让下面的现场观众可以试，现场直接试，然后二就是用嘴巴讲，跟用那个现场的氛围感觉是不太一样的。对，所以同时大家办展览的，参考看。接下来这区就是 DIY 区，就是有一种各种走马看花，各种大大小小的奇奇怪怪的东西，小到小水盆，甚至到五金件，做系统柜用的五金件，然后还有清洁用的、喷砂用的，不一样的奇奇怪怪的工具。在这边都有哦，原来它不是小水瓢，原来它是给投注意的人用的专业小水瓢，所以它就会比较好清洁，然后让你的那些砂浆比较不容易沾黏。各种帅东西，但是很多从来没看过。现场喷漆公司，像我们用很多喷罐，所以在这一区就是有许多是做喷罐的、有喷头的。这个如果你有在画涂鸦的话，或者是你有喜欢常常需要修补东修补西，现场的话，你看这个就是有完全不一样各种不同种类的喷头。这是什么？这边有卖德国猪脚，还有什么卫浴设备的、刷具的、各种刷具组的、清洁的，然后还有什么胶膜的、特殊胶带、防水的，连椅子下面的这个都有。窗户的延长线插座，台湾完全不能用，因为是德国的插头。还有什么呢？
做胶带的，做疏力控的，这冲啥？哦，这是裁切木地板的 DIY 区，真的就是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都有哎。这种很像在 B&Q 还是正宇五金会买到的东西，他们这边都是制造商，所以你可以来这边下单。比如说你下单你要买的量啊，然后或者是你要做你们公司上面贴特别的 logo， 就是 B to B 的话，在这个地方也都可以去看到。哎呦，这是威克士耶！他们橘色威克士在欧洲就是比较像 DIY 的做法。什么？你说 Gloria？ 这是跟我们制作人同样的名字，然后正在卖灭火器的，很需要啦 ，Gloria 灭火器，不然他每天在那边生气。然后我在 DIY 就看到的第一个最酷的东西就是电镀膏啊，应该是所有台湾有玩车的小朋友，就是以前你那个生锈锈到没办法处理的时候，然后大家都会拿那个电镀膏去把它搓，然后把它搓亮。但是因为它会研磨嘛，它会磨掉一层，然后所以之后久一次大家都说啊，电镀膏会研磨，会把你电镀的那层材料会把它一直磨掉，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把它当研磨膏使用，或者是它可以拿来擦，就是各种就是车用的东西啊，然后。它之后其实有出别的版本，就是很多系列不同的版本，但是台湾以前就只有这一种，在各个车界里面广泛使用。那它其实是来自于1929年德国的公司。我刚看到有点看到哇，小时候的回忆耶，这是小时候的东西。它其实有出不一样非常多的不一样的金属，然后不一样的涂层。对，所以不知道台湾有没有代理商，但是我觉得到现在这个年代，很多品牌他们都有出特别东西的商品或者是清洁的用品，然后这个大家可以去研究看看。但是这个展览里面就非常多，这个展览就基本上是我从小到大许多用工业工具的童年记忆展览。然后往后看来非常多展区，继续走，来看一下有什么摆烂的东西哦。虽然说规模已经缩小了，但是对台湾人来说还是非常大的。这整个场馆也是走到会绞断。然后这次的场馆呢，因为非常的大，然后这边其实也有个台湾馆，就是几乎全部都是台湾的厂商。但是因为我想说，台湾的场馆，我们在台湾就很多公司就看得到了，所以我在这一次就比较没有花时间去拍摄台湾的厂商，我都是来台湾馆要谈一些工作上的事情，跟谈一些生意的。所以就是第一天拍摄，中间谈生意，下午继续拍摄，然后第二天在早上拍摄，中间谈生意，在下午拍摄。但是你只要是出来讨工作、讨生活的人，你呢就是要随时保持满满的能量，跟满满的精神、活力、勇气，为了这块土地出来打拼。那你知道为什么我工作这么多，但是依然有保持很好的体力吗？像我这种上有老、下有小，全部的工作呢都是需要极度专注的工作内容。但是如果你没睡饱，就很像是一个低电量的电池被硬开机一样，人的反应就会慢慢拍。而这慢慢拍在工地里面，如果0.1秒的差距，就有可能会有生命危险。而我呢，从小到大，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妈妈遗传的关系，我们家的人都很浅眠。我跟我妈呢，都曾经试过很多助眠的产品，然后拿来研究神农尝百草，有一些效果有限，有一些呢又怕我妈吃了以后摆脱不了，所以就上网找了很多的资料呢，发现许多睡眠的解决方案差异在于原料。有一次我在研究传统养生的时候呢，刚好在日本住宿，就发现日本人竟然花了40年在研究芝麻能够帮助你睡觉。他们发现呢，芝麻上面有一种叫芝麻素的成分，它其实对睡眠非常有帮助。但芝麻素是身体没有办法自然产生的东西，而且这个成分非常的稀少，一颗芝麻里面还不到1帕。而更有趣的是，我在日本的饭店里面发现，这个研究团队呢，就是那个日本的Suntory。资料上写说，他们花了40年的时间，写了60几篇的论文，做了100多次的学术发表，就是为了要研究怎么萃取跟怎么保留这个成分。很多人都以为我现在要讲芝麻名医了，对不对？但是不是？我发现芝麻名是一个东西，芝麻素是一个东西，而这两个东西差在哪边呢？就差在保留量。而且会因为萃取技术的不一样呢，它也可以帮助你在身体里面保留的量会不一样，甚至可以提升到2.7倍。而这个就是三得利芝麻名医 EX， 获得了日本跟台湾2国的专利，还主打 S 级的睡眠感受。而我这个从2024年我甚至帮我妈订了整年份的，连超妈妈都说睡觉起来都比较少做梦。那既然已经2024年到现在了，我们就来复习一下什么是好的睡眠吧。好的睡眠就是入睡像车子一样顺进入停车位，不会翻来覆去，睡得像在安静的深海里面休息，不容易被吵醒。起床离开床铺的时候更轻松，不再这么辛苦。有一个跟我常年一起工作的老师傅啊，常年就是因为睡不好，所以呢，他长期晚上的时候就给你靠个2杯，利用喝酒来帮助睡眠。结果之后越喝越多，喝到肝都出了问题。所以，与其你为了要入睡变本加厉的长期酗酒，酗酒完不止伤酒钱，还伤医药费，你认真的换算下来，倒不如提前预防，睡得好，
很重要。睡得好，精神就好；睡得好也少看医生，甚至可以提升你的工作效率。长期摊体下来，一天还不到一杯咖啡的饮料钱。假设你每天都躺在床上1个小时才睡得着，一年365天，你等于浪费了365个小时在那边翻来覆去。365个小时可以做多少事情？重点是你多出了365个小时的清醒时间。好的睡眠感受非常的重要，它不是个玄学，是个科学。当然，最重要的是，任何的保健食品都不比你控制好运动、饮食或者是调整作息来得更重要。有时候你可能只是失恋了，或者是床不好睡，那你吃什么都不重要。最后，如果你想要试看看跟我妈一样的 S 级睡眠品质的话，下面有我们的购买链接，都有优惠哦。那我们就继续逛展览吧。你想一下，如果做柏油路的公司都用这么帅的工具，是不是看起来很厉害？就是压平的啊、铲子啊，而且最酷的是它的外面，你看它的工具箱推出来是长这样子，它旁边就这样子一支插好，这样推着你。不然你看，就是一般大的那种头卡吧，都是欧美胆，你看不看？就全部丢在你的后车厢，然后不然就是一个德利卡，然后你就塞在上面。你看这个起来，这个 socket 感多好，工具配套做得帅，你的工作起来也就是帅非常多。下一站，好了，以上这是我们今天第1天的行程。但是因为有一些地方我们拍摄的时候，然后德国人真的比较不好瞧，然后再加上又没有在日本的优势，所以很可惜有一些东西我们可能没办法完全呈现。但是明天还有第2天，所以你如果想要看我们更多的内容，那你可以订阅我们频道。如果你喜欢这一类的国际性的展览的介绍的话，你也可以在下面按喜欢，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比较知道说，大家喜欢看哪一类的影片，之后可以拍摄更多给大家。那所以就明天见哦，还不是明天见。影片下一集见，你们几个明天见，明天同一时间，麻烦展会集合，拜拜。午餐时间，在这个展览的时候，每天的午餐时间最重要的是要吃什么呢？德国香肠，1只4块钱到8欧元。想要吃香肠吗？想要吃我德国？你看它的拿铁就要4.9欧元，你如果换算台币的话，大概是180，还可以。勉强可以接受，但是你知道这边的可乐1罐都要4、5块欧元，但是连便利商店可乐都超贵，所以在台湾，大家真的要好好珍惜喝可乐的时光。我不知道为什么欧洲的可乐1罐都要台币差不多80、90块、100块，很惊人。台湾现在卖20、30块嘛，对不对？差不多30、29。30块、20块，最后你都不如喝啤酒。你看我们同事在干嘛？开心的同事啊，第一次来德国。如果你还没有加入我们的会员或订阅我们频道的话，请可怜可怜我，带着这几个人出来，要花的钱不少啊，要住宿，要吃饭，要交通。我们早上来的火车票花了8000块，324欧。324欧不止8000块哦，我靠，1万多块。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常常拍出这些就是世界各地有趣的工业知识的话，那你可以订阅我们，或者是你可以用60块钱去加入我们的小会员。里面有的时候会有不一样的影片，然后同时还会有不一样的非常便宜的季节性团购工具，或者是一些团购的有趣的东西，都只有锁在我们的会员频道里面。